他的身形在神力的施展下急速前冲，他的手掌之上携带着玄妙的原始力量，撕裂着前方的空间。下一刻，一道神之巨掌被凝聚而出，精准无比的击打在无上神光之上。两人合力，一拳一掌，创造出一个个玄妙的符咒和绚烂的光影。他们的每一击都让空间发生巨颤灵动的符文印记和牧尘的法心之眼，在这一刻达到了极致发挥。轰轰！终于，在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中，两人的最强攻击碰撞在无上神光之上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无上神光在冲击下震荡不已，犹如即将崩裂的晨曦，恐怖的能量波动如狂风般席卷四周，耀眼的光芒仿佛要将天穹洞穿。四周的空间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似乎也要随之瓦解灵动，和牧尘的身影站在原地。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面色苍白凝重。他们知道这场战斗的胜败就在这最后的一击之中，一旦胜利，他们就可以彻底的大蜕变；如果失败的话，那么他们也将会彻底的失去这一次最佳机会。周围的空气因为能量的剧烈波动而变得扭曲，仿佛下一刻这片彼岸冥河北域的空间就会彻底的爆炸开来。但他们眼中只有与对抗无上神光的攻势，全然不顾周围的变化。两人的意志如同利剑一般，誓死也要将无上神光中的无上神韵之气收服在最后的一刻。他们二人的力量在碰撞中无意间的交融，竟是形成了一道足以撼动天地的绝世之力。当这一击落下，无论是无上神光还是周遭的空间，都将迎来毁灭的命运。嗡嗡，在那冥河北域，天地间的气息骤然变得压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毁灭的气息。轰隆隆！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打破了这片寂静，仿佛是命运之神无情的怒吼，宣告着毁灭的来临。没有任何的意外，冥河北域的空间彻底的发生了毁灭性的大爆炸，天地开始震颤，空间裂开了一道道恐怖的裂缝，宛如无形的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灵动。和牧尘二人用尽一切力量，也是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此刻也如同尘埃般被卷入了这场大爆炸之中。即便是那神圣的无上神光，也被大爆炸的毁灭能量撼动，化作无数耀眼的碎片，随风飘散。下一刻，在这大爆炸的能量中，看到有两道游龙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咆哮而去，但那两道游龙的身躯上却是蕴含着一丝无上神韵之气。随着两道游龙最终也消散在大爆炸中，彼岸冥河北域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与沉寂。在这里，所有的彼岸冥河之水被蒸发，梗死，没有了任何生命的气息，没有了时间的流转，这里变成了一片混沌死域，一片连神灵都会遗忘的废墟。丰都城，通天地府禀报司神大人，彼岸冥河北域的方向刚刚发生了毁灭性的大爆炸，那里现在已经沦为一片混沌废墟。此时，一位散发出幽光的身影以电光火石的速度对着眼前这位神冥界之王的司神跪地恭敬道：司神大人，冥河北域变废墟，这究竟是得多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将其破坏毁灭？难道是之前那几个无上传承者所爆发出来的？在司神的身旁站立着几位身影，他们的气息散发出造化之法，周围的规则都被隐隐的引动，而他们正是丰都城的守护者风鬼仙神。而面对这样的一个爆炸性的信息，通天司神的那双可以洞穿一些虚无的眼眸看向了冥河北域的方向，并且在他那深邃的瞳孔中竟然复现出了冥河北域此刻的景象。司神看到灵动和牧尘二人爆发出的恐怖力量轰击在那道无上神光上，爆发出了毁灭性的冲击波，将那片冥河北域的空间给吞噬殆尽，化为废墟。看来他们二人的确获得了无上机缘，不过似乎并没有获得的那么容易。不知道在那样的大爆炸中，你们身为无上传承者是否有奇迹般的发生？司神以自己的通天道法看到了冥河北域大爆炸之前的景象，他们果真获得了无上机缘，还不愧是无上传承者。之前他们能够力挽狂澜整个神冥界的灾难，就知晓他们并不会那么容易陨落。几位风鬼仙神也是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们实力个个都是造化之境的主神，之前还见他们被彼岸冥河吞噬有所担心，现在都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都是造化主神，能够引动规则，但是彼岸冥河的存在是极为的特殊，目前神冥界除了通天司神之外，任何造化主神都无法引动彼岸冥河中的规则，所以特导致了风鬼仙神无法探知彼岸冥河中的画面。虽然他们获得了无上机缘，但他们同样也陷入了一场生死边缘。至于他们能不能挺过去，一切都靠他们自己。如果我们介入其中的话，这一场无上机缘就失去了意义。虽然看到了灵动和牧尘的危险处境，可是无上机缘与其他机缘有所不同。如果无上机缘不是靠着自己去完成，而是被外人介入的话，那么那一场无上机缘就会彻底的失去原有的法则。一旦原有法则被破，那么就会失去无上机缘的真正意义。几位风鬼仙神自然也是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这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挺过去了。如果真的没有在这一场无上机缘的危机当中生存下来，通天司神也会将他们的魂魄进行复活。通天司神目光中闪烁光芒，然后对着几位风鬼仙神道：接下来我先复活萧炎的那些重要之人的魂魄，通天地府的事情暂时由你们管理。闻言，风鬼仙神有些诧异，复活那几位魂魄也就一段时间而已，为何还要将通天地府交由他们几人管理呢？司神大人，
难道你那位实力在风鬼仙神中实力最强的古稀仙神，似乎知晓了司神大人要去做的什么事情？如今那些暗黑魔物依然蠢蠢欲动，甚至就连魔神都已经苏醒，我怕会对九大界以及神界域造成一些危机。而且苍穹之心也被夺取了4个，他们的大计划速度越来越快。况且我目前最大的劲敌就是那7大魔神之首的大魔神，如果我的实力能够碾压大魔神一筹，那么对于我们神冥界以及整个大宙来说，都是能够提升一点优势。一听到大魔神，那几位风鬼仙神的表情都微微一变，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了解中，那位大魔神的实力深不可测，虽然不是无上，但却能够轻易地力压造化主神，即便是造化极限主神都感到非常的棘手。所以我在这千万年的时间里，一直领悟通天之道以及造化极限的根本，就萌生出了这个想法。既然无缘无上之境，我想必关去尝试我的造化极限能否再开辟一个新小境界。一旦这个新小境界开辟成功，注入我的通天之道造化规则，那么我的实力就能够得到新的升华。毕竟大宙的秩序只能有5位无上诞生，既然如今有了无上传承者，那么我的宗旨就是能够让你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以达到不入无上的新小境界。虽然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谬，但我总感觉通天之道的造化规则可以创造开辟新小境界。通天司神对于自己的通天之道有着绝对的自信。换一句话说，除了那无上之道外，在万千之道中，通天之道便是无所不能，可称之为首也不为过。那么作为万千之道的首，自然要发挥出通天的大能。如果这个方法一旦成功，那么通天司神就真的成为无上之下的第一人。司神大人的道法的确让我们自愧不如，虽然我们的道法在万千之道中名列前茅，但比起通天之道，根本就是天差地别。我们相信司神大人一定会完成这份宗旨，同时也在为我们为大宙无数神灵开辟无上之下造化之上的新小境界。哈哈哈！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的闭关，我也已经与神明3王通过话，接下来神冥界的事情就再由你们打理了。不过对9大界以及最近有所异动的神界域要加强监控，我想接下来那些暗黑魔物应该会有所动作。司神对着眼前的几位风鬼仙神神态严肃地嘱咐道，毕竟这可不是小事情，一旦疏忽，那么后果也是相对非常的严重时。属下遵命。风鬼仙神异口同声的恭敬认真道，对于这类事情他们也会十分的警惕。面对暗黑魔物的那些存在，他们身为神冥界的高层神灵，也不会有一点马虎。毕竟在暗黑魔物中，刚刚苏醒不久的魔神也正在逐渐的恢复巅峰势力。如果一旦彻底的恢复到最鼎盛的时期，那么他们的大计划动作就会推进的更快。如今无上传承者的实力还只是在大道主神层次，更是不能让魔物的大计划比他们这边还要快一步的完成推进。那么我现在就入天轮闭关。说完，司神的身影便是消失在几位风鬼仙神的眼前。丰都城的某一处区域，这里被一层迷雾般的氤氲所笼罩，虚无深邃在这片无垠的空间中，一条宏伟的天河静静的流淌，仿佛是连接着神冥界的独特奥妙之法。其中水面闪耀着璀璨的星辉，犹如漫天星河倾泻而下，却又不同于尘世的河流。它以一种超自然的姿态绕成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圆圈，波光粼粼，流转不息，波动间蕴含着天地间最玄妙的律动荡漾而出，而这便是天伦之河。如果说彼岸冥河是神冥界之神无上冥神的专属领地，那么这个天伦之河便是神冥界之王通天司神的专属领地。这也是一个令人闻之既感敬畏又生憧憬的神圣之地。此刻司神的身影就凌空于这片天伦之河上，他身披黑色龙袍，袖袍身绣着金色的云纹，流动着莫测的造化力量。腰间束以玄色玉带，玉带垂下的流苏轻轻摇曳，宛如幽冥中风中鬼火，闪烁着诡异的光芒。脚踏一双黑皮长靴，步履间散发着不容挑战的冥王之气。此刻司神的目光如同深邃的无底洞，他缓缓地抬起手，简单而有力的一挥，那动作中蕴含着造化之发的力量。随着这一挥，天伦之河下8道魂魄应声而起，他们在河面上游荡，如迷途的旅者在寻找着归家的路。这些魂魄有的哀伤，有的迷茫，有的沉静如水，有的波澜不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却又被一层层迷雾所掩盖，无人能窥见全貌。他们在天河中漂浮，似乎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亦或是在静候着魂魄的进化。周围一片寂静，唯有天伦之河的水声轻轻拍打着无形的岸边，仿佛是时间的低语，又像是命运的交响。